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程序的 Scratch 5分钟小教室。在这系列影片里面，我们一起会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一点一点带领大家熟悉 Scratch 这个专门为程式初学者和小朋友们设计的程式开发平台。在这系列影片中，我们会依照程序设计的一些简单小游戏来区分单元，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上传新影片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我们的粉丝团，或者到 YouTube 频道上点击订阅哦。在上一期的影片当中，我们已经把球的方向给做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玩玩看。会发现球已经可以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游戏一样做出反弹的动作，但是我们还缺少了什么呢？当我们把板子移开，会发现球在碰到底部的时候并不会停下来，它还会继续做反弹的效果。但这不是我们要的啊！我们要的是它碰到底的时候，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？如果碰到底部，游戏应该要结束，所以我们先去控制里面找如果。那我们先前已经在底部做了一个粉红色的区块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情来代表碰到底部。那我们就去侦测里面找碰到颜色。这个颜色的设定是可以透过底下这个小吸管去吸画面中的颜色。你就不用慢慢调，你可以直接找画面的颜色。所以如果碰到这个颜色，也就是如果碰到这一块底部的时候，游戏就应该要停止。所以我们就去控制里面找停止全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程式这整个游戏就结束了。再把它放回去，重复无限次，让它不停的去看我有没有碰到底部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次吧。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板子移开，我们会发现球在碰到底部的时候，这个程式就结束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整个游戏就完成咯。虽然说游戏这样已经算是结束了，但是这样安安静静的玩游戏总是有一点无聊嘛，所以我们来加一点音效吧。什么时候要加入音效呢？我们这边可以放在当球碰到板子的时候，可以发出一个反弹的音效。所以我们就去音效里面找，加入一个叫做 pop 的音效，接着就把音效放到碰到板子的那个积木里面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次吧。是不是在球每次碰到板子的时候就会发出嘣的声音呢？你想要调整你的音量大小也可以，我们就回到音效这个地方，然后选响亮或者是轻柔，就是调大声或者是小声哦。好，我们的游戏到这边就结束了。我们再来复习一次整个游戏的过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让这个板子会跟着我们鼠标的 X 方向去移动，也就是左右移动，但上下是不能移动的。所以我们这边只设定了 X， 没有设定 Y， 因为 Y 要在固定的高度。接下来球呢，开始之后要朝随机的方向出发，是朝下方出发，所以我们这边方向是设135到225。出发之后呢，我们碰到边缘就要反弹，然后再来去设定碰到我们的板子就要往上的方向去反弹，所以我们这边设定的是随机取数-30度到30度，也就是往上半部这一块去做反弹。再来最后，如果碰到底部的话，这个程式就应该结束了。这就是我们整个游戏的结构，这样大家有记得了吗？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改变这个游戏呢？你想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吗？那我们来设定分数吧，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比谁的分数比较高哦。那我们要怎么设定分数呢？就到变数里面去新增一个变数，叫做分数。新增了一个分数之后，我们就在球的这一块去设定说，当游戏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变数，也就是我的分数就从0开始，然后显示在画面上面。那怎样会加1分呢？我们就让它碰到板子就当做加1分吧。所以如果碰到板子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分数改变1，
改变1的意思就是加1，如果是改变-1就是减1。接下来，因为我们要一直去看它有没有碰到板子嘛，所以我们就去重复无限次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再把它放回去。这时候我们再来玩一次看看吧。每次碰到板子的时候，会发出音效，然后会加1分，这样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比比看谁撑得比较久咯。这样这个游戏是不是又更好玩了呢？那你想要再增加一点刺激性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边的这个速度加快，从一次移动10点变成一次移动20点，这样球移动的速度就会更快咯。这样是不是就更紧张了呢？这个游戏就更难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你们喜欢的样子去调整这个游戏吧。我们的弹跳球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影片也差不多该告一个段落咯。接下来我们也留了一些功课给大家，看看你对今天的影片理解有多少吧。练习看看，练习1，运用我们在弹跳球所学到的积木，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弹跳游戏吧。练习2，新增一个如果那么的积木，当分数来到20的时候，游戏结束。这些练习就交给大家自己做做看吧。下一支影片我们要做的是接苹果的游戏，大家敬请期待哦。Scratch 5分钟小教室是由程序编程推出的一系列教学影片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程序的粉丝团按赞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或者到程序的 YouTube 频道上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们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